暗物质粒子的观测是否预示着新物理时代的启幕？当物理学家宣布捕获到未知暗物质粒子信号时，这个消息犹如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层层涟漪。我们曾以为对微观世界已了如指掌，元素周期表填满最后一格，粒子加速器运转数十载，标准模型在数百次实验中稳如磐石。但当探测器的数据流突然浮现出某种非典型特征时，所有的笃定在瞬间动摇。那是一个与已知粒子完全不同的存在，像黑夜里突然亮起的陌生信号灯，不仅突破了实验误差的范畴，更指向物理学家们长久以来仅凭直觉描摹的隐秘现实，一个与普通物质平行却几乎不相交的隐藏物质领域。尽管科学界对这类发现保持着审慎的克制，但敏锐的直觉已在喧嚣中清晰作响。这里正发生着真正的突破，而这一突破抛出的问题比发现本身更令人震撼。我们目力所及的宇宙究竟占真实存在的几成？更关键的是，我们是否准备好迎接熟悉的物理图景崩塌，让位于一个更奇异、更深邃的新现实？当物理学家提及物质不对称性，这个听似枯燥的术语背后藏着宇宙最令人站立的悖论，它至今仍像一根刺扎在理论物理学的心脏。根据标准模型，大爆炸后最初的微秒里，物质与反物质应如镜像双生般成对诞生，旋即相互湮灭，化作能量的闪光。可现实却像一场荒诞的戏剧，本应彻底消失的普通物质，包括你我、地球、星系，竟留存至今，而反物质却近乎销声匿迹。这种不应该存在的偏差，仿佛宇宙在创世之初悄悄按下了物质优先的开关。核心谜题随之浮现，为何物质能打破完美对称存活下来？是谁为自然的天平悄悄添了砝码？每一个被捕获的奇异粒子，尤其是反超氦4这样的稀有访客，都像是接近答案的钥匙齿痕。或许正是这些重反物质结构，在宇宙诞生的最初瞬间扮演了倾斜者角色，推动物质占据上风。更关键的是，它们的存在让我们得以窥见粒子间非比寻常的相互作用，那些可能正是破坏对称的幕后推手。若能破解这一过程，我们手中将握有解释为何宇宙是现在模样的终极密码。科学家们见证了一场堪称科学奇迹的发现，在质子与夸克、胶子的激烈碰撞中，在数据的喧嚣海洋里，研究人员首次捕捉到一枚宇宙级古董，4个反超氦原子核。这个听起来略显冰冷的术语，实则像在风暴海面上捞起一枚镶嵌未知金属的古币，每一道纹路都写满神秘。它不仅是普通意义上的反物质，更是人类迄今发现的最重反核，由2个反质子、1个反中子以及携带奇异夸克的反超子粒子构成。这种奇异夸克的存在直接宣告了它与构成你我、空气、星辰的普通原子属于不同家族。更震撼的是，即便在大型强子对撞机，这台能将物质加速至近光速，模拟宇宙灾难能量的创世机器中，生成这样的粒子也难如登天。此前，它的存在虽被理论预言，却被许多人视为探测器无法捕捉的幻影。但这一次，它在数据流中清晰闪烁，用存在本身宣告，宇宙的物质图谱远比我们绘制的更辽阔。若如此复杂的反物质何能在极短瞬间成型，那是否意味着宇宙中还藏着更多我们连想象都未曾触及的奇异物质形态？当捕获4个反氦原子核的消息传来，人们仿佛听见了魔法的咒语，但揭开魔法帷幕的是一台名为大型强子对撞机的人类最精密工程杰作。这台蛰伏在瑞士法国边境地下27公里隧道中的粒子加速器之王，正用最暴力的方式重现宇宙初始，将铅离子加速至近光速后剧烈碰撞，在探测器内引爆微观火风暴，温度飙升至万亿度，物质被拆解为最基本的宇宙砖石。在这混乱的刹那，宇宙诞生初期的夸克、胶子等离子体短暂复活，但碰撞只是序章，真正的魔法时刻在于后续。
探测器以超越人类极限的精度，从这场微观大爆炸产生的数百万粒子中筛出超重氢及其反物质副本这样的稀客。为了找到4个反氦原子核，科学家们需要在海量数据流中捕捉那道几乎隐形的存在痕迹，压力、磁场、粒子轨迹，每一个参数都被校准得如同宇宙亲自出题考核。所有努力指向同一个目标，见证一个在常规现实中不应该存在的粒子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当数据分析系统终于跳出那串标志性信号时，实验室里的呼吸声突然凝结。这不是简单的新粒子，而是一块路标，指向理论与宇宙真相之间那片尚未被探索的新大陆。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在熟悉与陌生之间游走的叛逆物质。要丈量这一发现的分量，需深入超重氢家族的诞生现场，这里是奇异与常规的交界点。超重氢，这些包含奇异夸克的特殊原子核，在自然界中几乎踪迹难寻，唯有中子星内部或粒子近光速碰撞的实验室里才会短暂现身。它们像物质内部的奇异指示器，帮科学家读懂奇异性如何在微观世界书写自己的规则。但真正的震撼发生在碰撞刹那，物质在几微秒内反组为夸克胶子等离子体。这不是普通的热汤，而是宇宙大爆炸最初瞬间的原始物质状态，夸克与胶子自由游荡，物理法则在此展现最本初、最狂野的模样。然而这种状态如朝露般易逝，转瞬即逝后，只留下超重氢核等稀有而脆弱的遗迹。更让物理学家啧舌的是，他们竟捕获了反超重氢，4个异常沉重的反物质超重氢核。这就像试图以光速抓住一串随时会破裂的肥皂泡，难如登天。但正是这些稍纵即逝的奇迹，为我们推开了一扇窥视宇宙诞生时刻的窗。所谓颤抖的物质，不再是诗意的比喻，而是粒子在不稳定边缘的真实写照。物理法则在此刻掀开面纱，露出最早期、最原始的运作机制。在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幽深隧道里，科学家们正在凿开隐形世界的墙壁，而凿子正是反超氦核4号。它不仅是反物质家族的奇异成员，更像一封来自隐秘宇宙的加密信件，暗示着普通物质之外还藏着更神秘的平行领域。此时，现代物理学最顽固的幽灵暗物质如电影伏笔般浮出水面。为何重反物质和与暗物质相关？答案藏在时间深处。这类奇异粒子仅能在大爆炸后最初微秒的极端条件下生成，比实物质与反物质的互动规则与今日截然不同。若能在实验室中复现这一瞬，便相当于拥有了一台宇宙时光机，得以观测那些本应永远尘封的创世过程。更关键的是，超氦核可能化身暗物质探测器。理论家推测，若暗物质由弱相互作用玻色子、暗光子或轴子等粒子构成，超氦核的衰变方式或在探测器中的痕迹将出现异常，而这正是破解暗物质之谜的关键钥匙。因此，反超氦核4号的发现，犹如在无形宇宙的墙上撬开一道裂缝，微光从中渗出。自希格斯玻色子发现以来，我们或许正站在物理学最伟大的转折关口。这一次，我们不仅是在寻找暗物质，更是在观察它如何与普通物质的奇异结构对话。这个新发现的粒子绝非普通的物质碎片，更像一把撬动暗物质领域的杠杆。它暗示着，在可观测物理的舞台背后，藏着一个更深邃、更幽暗的平行剧场。科学家推测，那里可能存在一个完整的粒子家族，成员间相互作用频繁，却与我们的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这场景像极了同一房间里居住的2个隐形族群，仅通过微弱的相互作用感知彼此的存在。而反超重氢4号正是墙壁上那道首次透出微光的裂缝。在连接者的候选名单中，暗光子是最受关注的角色。这种假想粒子类似普通光子，却掌管着暗物质世界的通信规则，可能通过动量位移的微妙机制，与我们的世界进行若有若无的互动。因此，有物理学家认为，
反超重氢4号的出现，或许正是暗光子存在的间接签明。暗物质不再是纸面上的理论符号，而是真实却难以捉摸的宇宙构造。更激进的假说正在浮现，暗物质可能不是单一粒子，而是一个完整的暗生态系统，拥有自己的暗电子、暗光子、暗相互作用，甚至演化出暗原子的复杂时代。此刻，我们眼中的宇宙更显神秘，我们所见的不过是明亮的背景光，真正的主剧情藏在不可穿透的帷幕之后。若这些假设成立，所谓现实不过是巨大冰山上的一角，余下的9%都是黑暗、陌生且完全未知的。谈及暗物质粒子，物理学家仿佛踏入了一片迷雾笼罩的山谷，每一步都可能踩出新的理论分支。尽管尚无直接证据，但理论已勾勒出多个令人着迷的候选者，每一个都可能颠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首先是轴子，这些几乎不与普通物质互动的透明幽灵，能轻松穿透巨量物质而不受阻，被称为宇宙的安静旅者。他们或许能解释星系旋转异常等天文谜题，但这只是序章。接下来是毛茸茸的超轻标量场，轻到更像宇宙波而非粒子，若真的充满空间，可能形成巨大的引力云，温柔地牵引着恒星与星系的舞步。更奇异的候选者来自超对称理论，已知粒子的镜像双胞胎，其中中性的假设粒子若存在，可能稳定、有质量且完全隐形，构成暗物质的主要成分。还有暗物质复合粒子的设想，那里的原子由未知基本粒子构成，拥有独立的暗化学规则，甚至可能形成暗星，隐藏在我们的观测之外。最后是大爆炸遗迹粒子，这些诞生于创世瞬间的重粒子，历经100亿年仍留存至今，其形成条件正是物理学家在加速器中竭力复现的。每一个候选者都是独立的线索，编织着宇宙的神秘经纬。而反超氦4号的发现，如同黑暗中的灯塔闪光，指引我们。尽管前路仍迷雾重重，但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地平线外，或许正蛰伏着一个全新的现实。反超氦4号的发现，绝非普通的稀有粒子记录，更像一封来自自然的加密信件，暗示着标准模型之外还藏着未被书写的物理篇章。若如此庞大、不稳定的反物质超重氢核能在实验中现身，只能说明自然界的基本结构中还存在着我们尚未标注的未知区域。这一发现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撬动了科学探索的惯性，物理学家们开始从多个维度发起冲锋。首先是对称性法则的再审视，若自然允许如此奇异的结构存在，是否意味着基本对称性的破缺比我们想象的更普遍、更深刻？其次是新物质模型的构建，重型超结构、非标准夸克配置，此前被认为不可能的相互作用类型，都可能成为新模型的砖石。我们仿佛第一次握住了深入挖掘的工具，等待科学家们的将是一场关于宇宙本质的考古盛宴。技术进步的浪潮已被点燃，为寻找更复杂的粒子，新一代加速器、探测器、数据分析方法正在孕育，数十甚至数百公里级的大型环状装置雏形出现，它们将覆盖全新的能量范围。而反超氦4号的发现正是推动这些工程的催化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反超氦4号可能成为连接已知物质与深层未知的桥梁。这条路将通向新的相互作用、新德粒子家族，或是颠覆现有理论的全新物理原理。我们尚无法断言，但有一点已如晨雾中的山巅般清晰，我们正站在物理学的转折点上，一场关于宇宙本质的伟大探索即将进入全新篇章。如果正是存在另一种物质的粒子，我们将不得不直面终极叩问：我们眼中的真实是否只是更复杂隐秘宇宙的可见切片？这一发现如同掀开了覆盖在熟悉世界上的帷幕，露出幕后更宏大的图景。物质、光、能量不过是其中最明亮的片段，它更引发了关于物质本质的根本追问。若存在一个几乎不与我们互动的隐藏粒子领域，它们是否算作宇宙的正式成员？
哲学家与宇宙学家或许会将此视为宇宙远比想象复杂的最新注脚。这一发现也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我们掌握的物理法则可能仅适用于可见的表层现实，而宇宙的基本结构或许仍隐藏在不可见的黑暗中，等待被解读。此时，物理学的边界悄然扩展，它不再局限于研究物质与运动，更成为探索现实本质的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曾经只存在于幻想中的秘密之门。